今天咱们来了解一下非洲动物们最可怕的河边噩梦，动物世界中的超级巨星，大名鼎鼎的尼罗鳄。大家好啊，我是戴红。尼罗鳄广泛分布于非洲的东南部，是最早被描述的鳄科物种。它在当地人的文化中占有浓厚的一笔，体长3到5米，体重可超过700千克。幼年体色呈绿褐色至黄褐色，有黑褐色斑点；成年体色呈灰褐色到橄榄褐色，有些失去了头部的花纹，但许多保留了尾部的花纹。不过花纹会逐渐消失，而且颜色似乎会根据季节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这有可能是一种伪装啊。鼻尖有一个略微凸起的斑点，能够接触到水面最细微的波动。背部具有坚硬的板状骨质鳞，尾巴粗壮，适于游泳，主要栖息在水流缓慢的河流、湖泊和沼泽中，有时也会出现在红树林和海湾等咸水中，但很少会进入海洋。尼罗鳄大部分时间比较摆烂，如同一块木头一样一动不动，其具有较强的社会性，时常一大群聚集在一块睡大觉。在晴朗天气下，超半数以上的个体会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张开大嘴疯狂晒背。这个张着大嘴呀，主要是为了调节体温。大中午高温时期，假如它一直闭着嘴，有可能会悸。虽然它经常长时间不动，看起来仿佛变成了一尊雕塑，但其实它始终保持着对外界环境与其他动物活动的感知。但是这个尼罗鳄晒背呀，貌似也不是必须的行为。在图尔卡纳湖的种群，几乎不登陆晒背，常年在浅水区潜水，而且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健康负面影响。南非的冬季气温比较温和，不冷不热，尼罗鳄登陆晒背的时长显著增加，而在阴天、雨天、雾天，则更多潜伏于水中。在气候十分干燥的5月到8月，尼罗鳄难以在户外活动时，它会挖掘洞穴，开始睡大觉。在潜水方面，尼罗鳄往往一次仅潜水几分钟，在水下持续游动的时间，最长大约30分钟左右，而一动不动在水下闭气的时长可长达2个小时。尼罗鳄的胃中常发现胃石，是其主动吞食的石块，但是作用是什么呢？大家暂时不太明白。现在的主流假说认为这个胃石呀，可能核心作用是用于配重，帮助其下潜的时候稳定体态。食补方面，尼罗鳄的食性很专一，能吃的都吃。幼年鳄鱼主要以蚱蜢等昆虫为食，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们会袭击那些体型巨大的哺乳动物。尼罗鳄主要沿河道捕食，就像我们小时候在动物世界里看到的那样，在河流中潜水，露出一双机智的小眼睛，让对饮水渡河的陆生动物以及其他水生生物进行一个惊险刺激的跳脸杀。鳄齿几乎没有撕裂功能，仅用于穿刺固定。巨型成年个体咬合力极强，地球上的碳基生物一旦被其咬住，基本是难以挣脱呀。小型猎物可直接囫囵吞下，大型猎物依靠躯体力量拖拽入水溺亡或甩头击杀，有时候也会使用绝技战斗龙卷风来进行死亡翻滚，旋转撕扯下大块肉块，再进行吞咽。在恰饭的时候，其群体十分团结，有时候会集群跋涉数百米赶赴动物尸体旁进食，有时候遇到河马尸体，那算是赚了大奖了，能给10几头亚成年吃得5饱6足的，彼此之间是十分和谐。众所周知，在我们已知的统计中，不包括传染病、寄生虫啥的，虎是世界上对人类杀伤最多的物种，而尼罗鳄能稳稳地占据第2这个位置。相比虎呀，它拥有更强大的抵抗力和恢复能力，而且它更幸运，生活在一个人类发展可能是最差的大区，这使得在很多地方，它和人类正面交锋之后，KDA 甚至能是个正数，这属实是不可思议哈。在现今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说，最恐怖的食人杀手莫过于是尼罗鳄。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在线出版的《莫桑比克的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一文中写道，在莫桑比克官方记录显示，2006年7月至2008年9月的27个月内，野生动物导致265人死亡，尼罗鳄占了其中的66%。而在野生动物攻击中，非洲象和尼罗鳄的致死率是最高的，分别是84%和79%，比55%的非洲狮和河马都要更高。关于尼罗鳄的性情，其实十分有说法哈。虽然在吃人这方面，尼罗鳄貌似属于战绩十分突出的选手，然而在不同的论文文献以及对动物饲养员的采访中，很多人会表示呀，尼罗鳄其实性情很温顺，是一种十分稳定的动物。这点貌似和它的吃人行为有些矛盾哈。对此，有些动物学家提出过一种看法，认为尼罗鳄呀，并非是性情残暴之物，只是它们对攻击人类这件事的抵抗力不强而已。一个是他们在河边捕食大型猎物，那可是相当的来者不拒呀，连非洲象的鼻子都曾惨遭毒嘴，所以没有理由把人类排除在食谱之外。另一方面，这可能和尼罗鳄的高度社会性有关。当它们中有鳄鱼将岸边的猎物拉入水中，或是将鱼群追赶到浅水地带时，其他尼罗鳄会来一起分食。这种情况导致了那些体型较大的尼罗鳄总能获得猎物，而一些体型小的可能会
饿肚子，所以在河岸边几乎每时每刻都埋伏着没有吃饱的饿死鬼尼罗鳄。虽然尼罗鳄非常危险，令人畏惧，但对于控制当地的中型食肉动物，比如肺鱼和鲶鱼是非常有效。它会吃掉那些大型动物的尸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防止水污染。野生寿命超过50岁，圈养个体甚至能达到100岁以上。在当前方的自然界，尼罗鳄是毫无疑问的种族是高达600的准神级英雄，地面系加龙系的西级力量型上单，超模的蜈蚣数值和优秀的血量加双抗，让它在上路几乎无解。这和其他奇级动物遭遇战时，尼罗鳄能够毫无顾忌的和对方换血，因为它既有高护甲，还拥有着极强的免疫力和恢复能力，难以进入异常状态，基本不会伤口感染，赖线能力极强哈。在河道游走时有巨大优势，在干克敌人的时候，会使用2段横冲直撞来到敌人身前，一个冷酷捕猎接暴君狂击，控住敌人的同时打出高额伤害，最后一个咬碎将对方拖入水中，大快朵颐。假如你决定使用尼罗鳄作为这把英雄，那么建议你搬掉河马和非洲象，这2种动物都是数值极高的力量型英雄。尼罗鳄在对其发动进攻时，往往难以打出有效伤害，而且考虑到3者的体型，从几何图形的方面来考虑，尼罗鳄貌似容易被踩背，所以尽量还是搬掉比较好。关于尼罗鳄的介绍当然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喜欢的话希望能点个赞加关注，我是戴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加油吧大家！